苗飞已经怀疑我了，可能有人跟踪。执行备用方案。 目标坐着出租车绕了一大圈才回到住的地方，可能已经起疑心了。明白。继续执行监视任务。明白。胖哥，咱们是不是该收网了？没有证据，抓了也不会认的。你不能每一次都寄希望于审讯之中获得突破吧？那咱们就只能继续盯着。 我是不是哪里露馅了？没有，你做得很好。那现在怎么办？我希望你跟他摊牌。摊牌？那这么说来，你在这附近工作？嗯，对，鼎华。我刚开了一家西餐厅，就在鼎华旁边。这么巧？嗯，那我有时间一定去捧场。行啊，你来，我给你打全场最低整。这么好？我叫苗飞，你呢？周烈。我们有明确的证据指出，贾长安跟这个身份不明的女人去酒店开房，而且可能不止一次。这个女人有很多假身份，我们怀疑她跟长安科技的走私案有关，而且同时，她也很可能是贾长安的情人。到现在为止，我值得相信的只有你一个人了。贾长安，他口口声声说爱我，其实他在外面已经有了别的女人。周烈，你一定不会背叛我的。当然了，全世界背叛你，我也不会的。难道你从来没有怀疑过周炼跟贾长安的关系吗？
怎么今天这么早啊？我们谈谈。啊，行啊，那你先进去坐，我给你倒杯水。我跟朋友聊点事儿，你们回避一下。暂时先不开店。菲菲，你找我什么事儿啊？你表情这么严肃，看起来怪吓人的。你为什么要骗我？是不是咱们有什么误会啊？别再说谎了。我都已经知道你跟贾长安做的那些龌龊的事情了。什么意思啊，菲菲？你不用找借口。我已经看到你们那些恶心的照片，我什么都知道了。怎么可能，菲菲？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我把你当做最好的朋友，我那么信任你，什么话都跟你讲，你居然会背叛我？你要是喜欢他，在他追我的时候就告诉我不行吗？我肯定不会跟你争啊。菲菲，我不喜欢贾长安。其实我上次来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怀疑你了，所以我才来试探你。我是在给你机会，给你一个向我主动坦白的机会。但是你什么都没说，居然还那么厚脸皮的去接我的话，跟我谈什么姐妹情？你的心是石头做的吗？上次真的是个意外，我从来没有想过拆散你跟长安。事情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请你一定要相信我。相信你，在你做了那么多的事情之后，你居然还叫我相信你？菲菲，事情真的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真的。我既然选择今天来跟你摊牌，就代表我们之间不会再有什么所谓的友谊，你知道吗？当我看到 U 盘里那些照片的时候，我心里有多恨。旁边还有一支录音笔，我到现在都没有勇气打开听，我怕听到让我觉得更恶心的东西。什么录音笔啊？你不用再演戏了，你们两个一起做的事情，你怎么可能不知道录音笔里是什么？亚飞，到底什么录音笔？周烈，我们以后不会再见面了，你好自为之。菲菲，我也是被贾长安骗了。录音笔里面的东西你没必要听，给我吧。你担心的是录音笔，对吧？菲菲，
鱼上钩了，开始行动。收到。师傅，换点零钱。稍等啊。谢谢。苗飞刚才来找我了。是啊。他说他有我和贾长安的照片，对，还有一个录音笔。定位怎么样？正在进行。录音笔里面有可能有证据。你先等一下，别走开，我再打给你。锁定位置了吗？通话时间太短。我就问你一个问题：有哪个男人偷情以后留照片，等着让我发现的？你的意思是说，我被盯上了？冷静，我们老地方见。各小组注意，目标明显收到了警告，适当拉开距离。老六，目标明显加速，你接替我跟踪。收到。
这院里热。他怎么样？没有脉搏了，无法确定伤势，不能进行心脏复苏。是。杜猛，到底什么情况？我看不到画面。安康，目标脉搏消失了，救护车还在路上。 Jordan has been terminated. Silly girl. She didn't even know she was exposed. If I just take a wise guess, I think she was still in contact with Chow while she was being surveilled. I don't think Chow blew his cover. Not likely. Job well done. But be careful of Chow's revenge. Is too intimate with Zhou Lian. You think he could be a threat to me? They won't even suspect that it was me. I guarantee it.查到了吗？ 这个号码没有登记任何的身份信息。安静，他们什么时候回来？他们在周练的西餐厅，应该快了。刘哥，哎，把这些所有的东西都带回到局里，交给技术科分析检查啊。明白。苗飞已经送回家了。刚才老六也正式来了电话，说医生宣布周练死亡了。晚点见面再说吧。 先这样，怎么样了？苗飞情绪不太稳定，有同事在陪他。刚才是马，他那边怎么说？他们也查不到那个电话号码。我觉得像是在警告谁，很可能是他的上线。秦听来了。 这回你就别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揽了，压在前面的人是我，责任也是我的。我觉得我们现在就别讨论是谁的责任了，我们先找到周练的死因吧。我想不明白，周练怎么突然就像疯了一样？是我们暴露了？我给你看个东西啊，你觉得这个人奇怪吗？还好吧。 旁边有人突然摔下去，换做普通人反应不过来也很正常，这都说明他比较冷漠。你看一眼周练，周练一直在回头看他，你怀疑是因为这个人，周练才突然慌了神儿？这个人。 那边用天眼系统查过了，从任何角度都没有拍到过他的脸。而且呢，那边用步态识别系统跟着他过了步行街，这个人就消失了。走吧。去哪儿啊？楼梯了。 喂，啊，是我。
好，我知道了。阿琴，尸检报告出来了，是交通事故意外死亡。Hello? What is the progress? We got a situation. MSS is targeting Jolien. I've lost contact with her. You don't need to worry about Jolien. I've already solved your problem. Really? As you said, that she's been tailed, right? You will get yourself in trouble if you don't do this. What do you mean by this? Remember, only lifeless is voiceless. There is only money between me and Jolien. None of us is willing to work for you at the cost of our lives. Sounds like you are really furious. I feel very calm. So, I can feel you're really in the mood. Listen, Chow. You do this for money, right? So am I. Which one is more important, life or money? Of course, life is more important than a million, 10 million, even 100 million. But the thing is now, what I want is a billion or 10 billion. Life is nothing compared with this huge number. Moreover, It's not my life. It's not yours either. It's someone else's. Understand? But don't you forget, you don't have the ability to earn that money by yourself. That's why I still need you. Jolien has died. So right now, the material smuggling business is all yours. Of course, the remuneration is all yours too. Deal. Great.那个短信的内容，你们有什么想法？在当时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不管周炼是给谁发送信息，一定会用最简单的方式。像这个数字228，如果是他们事先就商量好的代号，那我们根本无法获取任何信息。退一步讲，如果是情急之中的反应，那我觉得和手机的输入法有关。这种类型的案件我也有遇见过。像这种9宫格输入法，每一个数字都对应着几个字母。如果输入228，就会出现这么几个单词：猫、蝙蝠、行动。那有没有可能指的是凶手的身份呢？不排除这种可能。
但是邹炼作为一个为钱卖命的人，他为什么要在临死之前发出这种短信？如果他真的是为了提醒上线，那我觉得他还挺仗义的。是不是案件所有的线索全都中断了？千宁，我看不一定。我们不是掌握了一些周炼的个人物品吗？也许能够找到一些线索呢。这个案子现在已经死了2个人了，足见这些不法分子是多么的丧心病狂。如果不能尽早破案，在后面不知还会有多少人伤亡。老宋，这个责任我们可承担不起啊！啊，我得走了。希望下次来的时候，听到的都是好消息。婷婷，宋女。婷婷，我是来找您跟宋局做检讨的。安科长的计划已经很完美了，是因为我跟丢了人，才导致目标死亡的。事情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我们已经没有时间来搞自我检讨这一套了。这对案件的进展是毫无价值的。我们的工作需要我们从内心就成熟起来。与其你这样跑来跟我做检讨，还不如多想想接下来该怎么办。我明白了，对不起，秦丁。回去吧，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好好睡一觉，调整好状态。是。一个人在这想什么呢？不是吧？这就受伤了？你以后不会一蹶不振吧？别说风凉话。我有没有跟你说过，我以前执行任务的时候，第一次就失败了，受伤了不说，还看了很久的心理医生。你不用为了安慰我，编这种谎话。当然不是。我刚入行那天起，我就告诉我自己，千万不能有任何的失误。我保持了7年，可是我到了这个案子，我没有一步顺过。我特别懂，但越是这个时候，越是要保持自己的心态。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犯罪，再厉害的敌人，都会留下蛛丝马迹。马上，到目前为止，这个案子已经死了2个人了。你的身份很危险。我知道。你小心点儿。放心吧。我就算真的舍得这条命，我也舍不得离开你呀，对不对？哎呀，别想了，好不好？不要想了。姐，该吃饭了，姐。姐，姐，发什么呆呢？怎么了？怎么了？这边请。拿走。啊，不好意思，
麻烦你去那个沙发等我一下。怎么了？公司是不是又出什么事儿了？什么意思啊？我刚才去找我姐，她什么都不说，一直在哭。庞一山是不是又刁难她了？这个我还真没听说。你姐没事吧？我也不确定，就感觉她整个人就像垮了一样。我看着她眼睛都像在看陌生人。这样，我一会儿问她一下到底什么情况。你是她的亲人，这时候亲人陪伴比什么都重要。嗯。对了，后来杨旭没找你麻烦吧？他敢。注意安全。那天我看你摔了一跤，没事吧？我没事儿，不过我看成功好像腰扭了一下，这2天走路都一瘸一拐的。你真得多感谢他。嗯。走吧。通过整理信息，我们有一个重大的发现。宋局，您还记得专案组成立之前那一次，我们控制刘宝强，引他和他的上线接头，但对方没有出现吗？嗯。那个人就是周炼。怎么确定的？我们留存了交通监控视频，记录了当时所有从东大桥通过的车辆信息。行动之后呢，贺子轩对特定时间出现在大桥内的车辆都进行了分析。但是因为车流量太大，并且没有提供线索支持，所以没有获得嫌疑人的目标。是不是跟周炼的假身份跟这辆车有关系？嗯，是周炼用假身份租借的。哦，那就足以确定周炼参与了技术窃密的犯罪行动。不仅如此，周炼也参与了贾长安的矿石走私案件。技术部门也恢复了周炼个人电脑内所有的数据信息，有证据指明。长安科技背后那些所谓的小股东，其实都不存在，那些股份实际的控股人就是周炼。也就是说，周炼不仅参与了矿石走私，很有可能就是矿石走私的主导者之一，并且周炼不仅控制了长安科技，还很有可能控制了贾长安。王总。没别的意思啊，就是现在做这个事儿太耽误时间了，我们在进度上已经落后了。这很快的，10分钟就完事儿了。好，你这是受伤了？没事。其实也耽误不了多长时间，让他们好好查查，既能避免发生问题，又能证明自己清白。啊。检测完了。啊，这是我的电脑，随便查，随便。那要不然呢？哎，这脾气还不小啊！哎，马总，这儿哪儿找的人啊？技术窃密和矿石走私对这些间谍分子来说都是高风险的项目。为什么周炼要同时控制2条线呢？要不是他这么贪婪，咱们也不可能从矿石走私案件找到线索，从而怀疑鼎华内部的问题，锁定苗焕阳。不管怎么样。这2条线索现在都指向了周炼，也同时证明周炼背后应该还有其他人。但我觉得这个人应该不是徐鹤。没错，在东大桥的时候，通知周炼逃离的，按推断是个中青年男性。谋杀贾长安这个重要证人，并且帮周炼脱罪的，也不太可能是一个行动不便的老人。还有，在周炼被撞死的时候，也查了附近街道所有的监控。没有符合徐鹤特征的人出现。也就是说，这3件事有可能是同一个人干的，而这个人就是咱们一直在找的，潜伏在鼎华内部的那个人。这样推断比较武断，也有可能是3个不同的嫌疑人。宋局，我现在有一个比较极端的猜测。没关系，所有的可能性都可以摆出来分析。你看啊，自从我们在贾长安的葬礼上注意到了徐鹤这个人以后，我们就一直在用天眼系统对他进行搜索，但直到今天，这个徐鹤只定位过1次，就是出现在苗焕阳的医院里。而且5分钟之后，这个人就蒸发了，天眼系统再也没有找到过他的下落。还有，
上次我们想利用苗飞引出这个徐鹤的计划失败以后，这个人就消失得彻底无影无踪了，让我们一度以为他们的行动已经终止了，已经全面撤离了。我们一直推断，这个徐鹤很有可能是间谍组织的重要组成者之一。如果现在间谍组织还在双星活动的话，徐鹤有没有可能撤离？现在这个时代，网络基本上覆盖了所有角落，没有人能真正的做到隐形。徐鹤是怎么做到的？反过来再看这个人，我们不管他是1个人也好，3个人也罢，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会突然出现，展开行动，然后又突然消失了。所以到现在呢，我们连对方的身份判断都无法进行。我懂你的意思了。我们知道徐鹤这个人的身份，但是不掌握他的任何行动；而另外一个人，我们掌握他的行动，但是没有他的任何身份信息。把这2个人合起来，就是一个完整的嫌疑人。一个老年人，他是无法伪装成一个青年人的；但是如果是一个青壮年男性，虽然难度很大，是完全有可能伪装成一个老年人的。其实这样的猜想早就有了，最先是马上提出来的。但就现在这种情况来看，我越来越赞同这种猜想。这种猜想确实解释了很多疑问，但是它只能起到辅助作用。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切实可信的线索和有明确指向性的目标。我们先等等马上的消息吧，说不定会有重大的突破。也许没有人知道你的名字，像只是茫茫人海中平凡的种子，一缕阳光就绽放出最美的样子，燃烧青春，直到所有黑暗都消失。也许没有人记得你的样子，像千万个和你一样的池子，只为守护暴风眼中的那份平静，哪怕付出生命也永远不忘初心。你说这辈子最荣耀的就是可以默默守候这片土地的安宁，因为热爱，所以坚守使命，不惧风雨，勇敢前行。你说这辈子最平凡的就是可以日夜捍卫这片土地的安宁，因为热爱，所以不忘初心，燃烧热血，勇敢前行。一生无悔，哪怕一生无
谜。